泸州一直以来都是新北美食的一级战区，无论是种类的多元，还是店家的竞争激烈程度，都让人目不暇接。这里不仅有着许多在地的老字号小吃，还隐藏着不少惊喜美食，更别说每一季都有新店不断冒出来，选择超丰富。这一集我们特别整理了几个重点，有充满古早味与童趣的在地小吃，有最新崛起的泸州人气美食，以及经过多方交叉比对确认实力绝不容错过的店家，集结泸州的童趣文化与美食口碑。不知美食爱好者的你，还有泸州的朋友们，都能对这份名单感到满意吗？这一间是龙门小羊肉，我们存在名单里面已经好一阵子了，终于有机会来吃。那我们刚开始看到的时候呢，觉得哇，它的评价跟评论数呢都还蛮不错的，所以就抱着有点害怕的心情来，因为怕说它是什么打卡送什么的活动，就来到现场没有，就是很正常的。然后看到这个配置啊，真的觉得很棒哎。它这一碗呢叫做龙门豪华综合汤，里面有肉片、羊排还有饺筋，什么都有了。我们赶快来试试看。然后还要搭配那个卤肉饭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什么组合，你知道吗？米其林的组合。对，最近只要得米其林，有很多家都是这个样子。这个肉片非常的行它的肥瘦啊还蛮 OK 的，不会说太柴，也不会太肥，然后没有什么羊腥味。当然，很在意的人他还是稍稍有点羊味。那我觉得就是以这个肉片的表现啊，我觉得算是我吃过真的是数一数二好的。因为我们点的是豪华综合汤，所以呢里面有3种东西。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吃一下它的羊排。它的羊排也是很好吃的，但是我个人觉得呢，比起这个肉片呢，还是输了一点点，因为它的肉片真的是太优秀了，尤其是那个嫩口啊，跟有点肥油的部分。那我建议呢，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羊排啊加上它的豆瓣酱，因为它的豆瓣酱呢是属于比较重口味一点，又带一点点辣味的，整个的层次感丰富度是非常足够的。它有点像是那种麻香，但它不是那种会麻舌头的那一种。那我反倒是我不喜欢这个羊排，更喜欢羊排。这一块是羊角筋，我们比较少在羊肉汤里面吃到这个部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去吃羊肉卤啊，你才有办法吃。而且它这个样子看起来跟羊肉卤就不一样，很大块，这么一大块，然后拿起来啃，这个哇！一般我们在吃羊肉卤的时候，都是它已经弄熟了，然后冷冻，然后再去放到汤里面。然后像这个，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直接煮熟的，慢慢炖，慢慢炖到这样子。它煮的还蛮软烂的。刚刚我虽然说扯的时候花了一点时间，可是它的弹力在抵抗，其实它是一咬就能够断的。它非常有胶质感，所以喜欢这种嘴巴稍微黏黏那种感觉的人呢，这个千万不要错过。这个汤里面呢，竟然还有一点高丽菜，也太丰富了吧！它的汤头呢，喝起来呢可以喝到药膳的甜味，然后也可以喝到高丽菜、蔬菜的甜味。那重点是呢，它的汤是可以一直加的。卤肉饭很好吃，黏度很够，然后再来是我觉得酱汁呢也不会到太过的咸，可是我觉得白饭就稍微可惜了一点，有点太湿。它那个湿呢不是说酱汁淋太多的湿，本身白饭就煮得太湿了一点，所以它进去嘴巴里面呢会觉得好像饭一整坨都在嘴巴里面。你就挖起来给大家看，就是有一点很可惜，就是有点 get 规矩的这样子，非常可惜，其他都非常优秀，而且我觉得它的卤汁非常的好吃，是那种红葱头很香的在里面，而且放的非常的多，然后卤汁的味道也非常的棒。我觉得可能是今天，可能我们来的时间太晚了，就还没有到用餐时间，它可能刚煮好而已。很可惜，这么优秀的卤肉跟羊肉啊，还有汤啊，就败在饭了。没关系，这应该改进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吧？请改进，这个改进之后可以加20分。真的，今天唯一的最大缺点就是它的饭煮得非常的糟糕。
爹一走进来，被它整个店的装潢氛围吓到。它这个整个就像是一间小型的干妈店博物馆，里面收藏了很多具有童趣的东西，很古早味的东西，而且看起来都是老物件，而不是说为了收藏然后才去找一些复刻的东西过来。我跟你讲，你看后面那个，这我们小时候还有用过，现在的小孩完全没有看过这种东西。以前你要偷偷打电话给别人啊，用什么 BB 扣啊，就打过去。它上面还贴了一道符，很厉害。然后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讲，我们现在来吃。今天韭菜卷已经卖完了，然后我们没有点地瓜，所以这边呢，等于是说除了刚刚那2项之外呢，店内所有的品项，蚵嗲、藕龟条，然后这个是米肠跟萝卜糕。这个萝卜糕非常扎实，不管是夹起来还是口感上面都是。然后你可以吃到它淡淡的那种米的甜香，它的米肠非常的香，你一咬下去呢，嘴巴就充斥了油葱的香气。然后再来是里面也有花生，那你咬到花生的时候呢，因为它还稍微有点脆脆的口感啊，然后你咬下去，整个香味呢就蹦出来了。它外面呢有裹到一点粉啊，所以就是这个地方呢会脆脆的。那没有裹到粉的地方呢，其实这个肠衣炸过了之后会有一种特殊的口感，所以吃起来是蛮香，也是蛮喜欢的。我也蛮喜欢这个的。这个藕桂条非常真材实料，里面藕啊很多，所以吃起来香气很足够。然后再来是藕啊跟桂本身的口感呢交织在一起，所以你咬下去呢可以同时吃到软硬不同的几种口感。而且它外皮炸的不会很油，所以吃起来像干脆的，尤其是里面啊，它那个藕啊块好多哦，真的是咬起来很爽。没错，那外面啊就是非常脆，然后里面呢又有点粘性，形成很强烈的对比。你一直咀嚼的时候，它那个藕啊的香气会从你嘴巴一直弄出来。我觉得这个话我会必点哦，来这边必点。这个蚵嗲非常特别，一咬下去，蚵仔的香味在你嘴巴里面爆炸。除此之外呢，它的内馅水分非常的高，因为里面放了很多的高丽菜跟韭菜，然后在里面呢有一点点猪肉，那个猪肉呢感觉像是咸猪肉，对，有那种感觉，因为你光看呢就有一点那种咸猪肉、后腿肉的感觉。它咸猪肉还蛮大块的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再来是说，因为我其实很怕吃到蚵嗲呢是含油量太高了，它不会外皮蛮干爽，然后里面呢含水量又非常的高。我跟你讲，它外皮脆，然后里面蔬菜脆，然后很有水分，整个吃起来我觉得它不是依照就是大家怎么就是怎么做，它是自己研究出这个方法来做，自成一派的。所以我觉得你不太会在外面吃到一模一样的，对，它整个东西我觉得它都是有构思过，它要自己要怎么做的。我觉得很有意思哎。哦，我们从头到尾都还没有加酱，就来加一下。它光不用加酱就已经好吃了。哦，不得了！我跟大家讲，你一定要先试原味再去加酱，因为它本身原味就已经很有层次感，可是你再加酱下去，又变另外一种层次感。它那个辣酱也蛮好吃，我觉得有点像东泉的。嗯。我们吃饱了，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些东西。我觉得这个很有趣。我们现在不是都可以在书局买到小孩那种描生字啊，写 b p m 或 a b c 的吗？这个应该就是很古早的那种生字本吧？我们小时候也还不是写这个，这已经够久了。对啊，我们看橱窗里面这些铁盒啊，真的也是很久了，我们已经都没有看过那些盒子了。像我们家也是，如果有喜饼的话呢，我也会把那些铁盒收集起来，它就会变成礼藏房契地契啊，或者是征信盒之类的东西。我跟你讲，电视不都这样演吗？如果你在阿嬷的房间啊找到这种铁盒子的话，千万不要乱丢，它里面可能打开来都有金条什么的。我跟你讲，我小时候，我妈在床底下就用这种盒子装，然后里面就是唇布啊什么的。你把她的秘密泄露出来。对，但是现在没有那个东西了。我觉得整间店最神奇还是这个啦，它请勿触摸，然后用一个很像符咒的东西，特别的有那个就是静止的力量。我觉得这最酷，因为这个就是很多人你有打过这种电话吗？有，其实还是有。以前啊，大家就是怕就家里电话费爆掉，然后怕就是跟女朋友讲电话讲太久，就会出去狂投这个，然后没有零钱的就会崩溃。对，好，你有做过这种事哦？我没有，我都是看电视。我觉得这间店体验非常的超值。你自己想哦，如果你去这种博物馆啊，然后
干妈店博物馆之类的，你可能要付50块门票，可是我们好像是付门票还送了鹅杯来。对，而且啊，我们坐在这边吃，它店内呢内用的座位只有1桌，我看大部分的客人都是买来就直接外带，所以可见当地的客人是真的很多。而且很多人是打电话来，然后来就拿走那种，就是老客户非常多。这一间是海博胡椒饼，我们是看到评论呢，很多人说他们家的胡椒饼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才来的。我跟你讲，我看评论里面是说他吃过最好吃的胡椒饼，可是我们吃过了每一间胡椒饼，每个人都有这么说过。对，没错。不过我跟你讲，因为我现在在挑这个东西的时候啊，我喜欢看那种评价高，但是评论数没有到很多的。然后如果老板有一些年纪的话，对不对？通常这个都是在地老店，然后大家从小吃到大，那他们不会去做那些宣传嘛，所以就会评价数没那么多，可是评价很高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有看到评论，人家讲说啊，现在好像有时候也会换2代接手，可是呢，难得是它的味道品质是不变的。但是这还是1代哦。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摸一下给大家看，你看它这样子，不是说敲下去顶扣扣的那一种，所以我相信咬下去应该是非常的赞。不过我从我这个角度用镜头看，它看起来好像汉堡，有没有？早餐店的汉堡。真的蛮像，我赶快咬哦。我轻轻的咬下去呢，马上就把面皮撕开来了。我还没有吃到肉，可是呢，哇，它那个面好香哦，所以我觉得跟你吃那种什么烧饼啊什么的，吃到那种开心的感觉是一样的。怎么办？要换我说了，这个是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胡椒饼。它里面的肉啊很软嫩，而且你不会吃到那种不小心吃到很肥的一块的时候，突然一个油腻感上来，还蛮均匀的，肥瘦混得很好。然后再来是里面的胡椒香气很足够，却又不会太重，让你觉得哇好辣好呛口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你吃过最好吃的，因为呢大部分胡椒饼呢，它的那种吃起来感觉的分量很大，会让你很饱口，可是就不像是甜点小巧的甜点，这个是假卡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吃起来你就很好咬，很好入口，然后轻轻松松可以吃完，而且吃完会有那种幸福的感觉。虽然你说它是什么小小一点点啦，可是它的面皮是做的很薄，代表呢大部分都是肉的比例很高，所以我相信饱足感还是很够。我觉得它很像胡椒饼版的蟹壳黄，然后换成是那个里面是胡椒肉馅的。我觉得这也是真的蛮好吃的，而且是它那个肉馅啊，跟它外面的皮那个炭香的味道，咬下去真的非常棒，酥酥香香，但完全不会硬。对，有经过我真的觉得可以来一颗。我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今天已经是阿北要收摊的时候来买，所以才能够这么顺利买到。平常听说呢，你要是没有排到队的话，你那一天应该是蛮幸运的。我跟你讲，我通常看一间店啊，那个阿北啊，如果笑容很怎么讲很亲切的话，通常那间店一定好吃。没错，和气生财。对，而且你看这个阿北很赞，就是说如果捐血的话呢，来这边他就送你吃胡椒饼。大家要来支持。虽然它外表很像汉堡，可是它不会像汉堡一样这样子，哇，嘴巴张得很大，它可以很轻易的咬下去。吃到底下的时候，葱好多，咸香的跟小酥饼一样。你看我们鼓了那么多句，就表示他真的非常的喜欢。这一间是陈记煮面，现在是晚餐的用餐时间。说真的，生意超好的，整间呢满满的都是人，一直在排队，但是翻桌也翻的还算快。然后呢，它的东西看起来都非常的好吃。我跟你讲，它虽然是煮面，可是它是最有名就是鹅肉。那我刚刚看它是说，它是在一间原本在西门町的一家子老店做，然后后来到这边来做，所以它是很有功夫的这样子。然后我看刚刚连小朋友都知道要怎么点菜。对，没错，因为刚前面的小朋友呢，就是他们画了很多东西呢，都已经卖完了，然后小朋友很直觉就说，好，那我要吃那个什么东西，我就知道说啊，跟着他点一定没错。我们等一下有好几样都是听了他点的，然后跟着点。没错，没错。眼睛瞪那么大，对，
对，这个表情出现了。你看它这样子哦，颜色没有很深，可是它吃下去，哇，那个烟熏的味道真浓厚啊！我猜应该非常嫩，因为它那个肉啊有点粉色的这样子。这个肉非常嫩，嫩到我有一点错觉，以为是鹅肝的口感，而不是鹅肉。而且我觉得这间有一点你非常喜欢，就是它都帮你去骨去好了。对，没错，而且其实摆盘哦也都呈现的还蛮漂亮的。它像下面呢铺了一点点这个腌过的洋葱，紫色的很漂亮。我觉得这个不输给阿成鹅肉因为它一样就是这么香，然后这么好吃。可是呢，阿成有时候它会比较咸一点。如果你酱汁泡的比较多的地方，它像它这个里面有这个洋葱啊，它带一点酸酸，一点甜甜的，一起搭起来吃，那个整个味道层次又更高了一点。说真的，这种呈现方式啊，我以前是没有看过。我这样子搭配起来呢，就是有一点点台式的日本料理的感觉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它这一间店有一个地方就是它鹅肉都有切断，因为有时候阿成他会没有把它切得很断，就是没有好好的切八段这样。像我们今天就是没有点饭的状态，可是我觉得单吃也非常的 OK。对。然后我刚刚在看他切肉的时候啊，他虽然切得蛮慢，但是我就喜欢他把它切断那个，因为像阿成他就是有时候切的动作超帅，可是他没有切断。如果上次吃的小不满意，可以改进一下。可是啊，这个真的很棒。是红曲烧肉，看它炸的样子呢，我就已经觉得它非常好吃了。我真的是被外表吸引，然后就说一定要点这样子。它红曲的香味也是很香的，而且口感是酥酥的。那现在稍微有点冷掉，可是它还是保持了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很油腻的样子，所以很棒。我刚好去拍他在切，他在切的时候这样子嚓的感觉，哇，整个食欲都来了。真的是外酥内嫩。这可以跟台北那些红烧肉名店可以比哦，绝对是名店，人家应该也自己就是名店吧？好吃，这个很可以。这份鸡卷啊，我是跟着前面的弟弟点的，那个弟弟就是说，那些什么没有，那我要炸鸡卷，然后妈妈就说好。他来的时候就看到，哇，它的皮这样子很薄的，那可是吃了之后呢，不能说它不好吃，是我比较不爱这一种，它的姜的比例呢比肉还要多。那我自己个人喜欢的是，绞肉的比例要比姜更多一点，然后要带一点荸荠的脆感。我跟你讲，你们家的吃的是比较北部，因为我家吃的鸡卷都是这种，对，没错，很扎实，然后鱼浆类啊就多一点，就是菜比较少一点，然后比较扎实感。那你那个就是有一些东西会松散，咬了之后会掉出来的那种。它真的比较像是你妈妈买回来的那种你们心目中的鸡卷的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看你是哪边的人啊，你习惯什么样的味道。我自己是觉得好吃，很好吃。这一份是鹅血糕，我刚开始看到它的那个米粒的时候呢，也觉得对了，它就是那个 Mr. Right 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花生粉啊，真的是给的非常的多，而且花生粉也还算是蛮新鲜的，你可以尝到它的那种坚果香气，我觉得很棒，很喜欢。它下面还铺垫了一些豆芽菜，不错。我没有想到惊喜在下面，它那个豆芽菜呢是浸的那种像卤水的那种东西，所以豆芽菜是跟一个咸味暴击上来。因为我刚刚吃米血的时候呢，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强烈的酱味、咸味，然后就是纯的体验那个米的口感。可是说真的，如果你跟豆芽菜夹着一起吃的话呢，哇，那个爽感就来了。哇，目前这几道你都很喜欢，我应该蛮喜欢这间店的。很喜欢它的搭配，真的很棒，而且别出心裁。就是好吃的鹅肠，非常的脆口。但是你看哦，这个因为洋葱又来了，所以呢，你再配上它，就可以搭出一个不同的新滋味。它其实在这个每一盘里面啊，都加了这个洋葱，都是有那个画龙点睛的感觉，很喜欢那你觉得跟阿成比起来？它的特色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觉得呢，就是各有各的喜好。毕竟点的东西不一样。的确，这两家我都非常喜欢，我哪边近我就去哪边吃，真的，哇，好棒哦！可是离家也比较近，我们也可以常来。多家都是看那个中爱同版的贪吃鬼，因为我最近很喜欢看他吃，因为他吃很多东西都是那种
很 local 啊，很在地的那种小吃啊。我之前有尝试去吃过很多家，我都很喜欢，觉得它口味我很爱这样。然后我这一次就找了蛮多家店啊，都是我看了看，看它有没有吃，有吃的话我就可以 double check 的。这一间就是，还有像刚刚前面的1、2家也是，就像你说的双重认证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再次认证，它的口味真的是很棒。哦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就可以去看一下他的影片啊，或是部落格啊，都写得蛮好。因为我刚刚好像有看到一篇，他说他拍了700多间的泸州，所以他这边是非常的熟，所以我就有参考蛮多他的资料的。我感谢一下他。这一家是怪老子青草茶，它的位置还蛮隐秘的，位在泸州夜市进来的巷子里面，然后旁边呢其实是成功商场，就是很有名的三色豆花的那个地方。这间店呢，它其实也是老店，招牌上面写说40年，可是其实它已经将近要50年了。那至于为什么叫怪老子呢？据说是老板的爸爸现在是2代在花店，可是他爸爸叫做怪老子，因为当时呢就是布袋戏非常的风靡，所以很多人呢都用布袋戏的角色啊作为名称，所以老板说，其实这个附近一带呢也有人用什么2尺啊，就是哈贝能 key 嘛，然后还有什么史艳文好像也有，可是有的还在，有的可能店已经收掉了。所以他们怪搂住了，他们还有继续2代继续经营，所以才有这样，不然应该要看到很多老店叫你刚才说什么2尺，对，太酷了，赶快来喝一下。这一杯是青草茶，它不能调甜度，可是它的甜呢，真的就是很一点点，我就比微糖还要低的甜度，然后喝起来还蛮清凉的，但是一样就是觉得薄荷没有到非常的高，所以它不会说让你的口腔凉到不行。那对我们刚吃了很多东西的人来讲呢，它消除口中的不适感还蛮棒。其实我们碰到那种很老的老店啊，通常都不会薄荷放得太多。真的。来挑战一下苦茶，他有给我一个鲜渣饼，不知道会不会真的很苦。其实我小时候很喜欢喝苦茶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可以吃鲜渣饼。我这个脸不是演的，真的好苦哦。真的假的？我最喜欢这一种的。哦、我刚喝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想到一种，因为我小时候应该不是小时候，我高中的时候都会喝人参茶，那非常的苦的那种，这个就是那个苦度了。我讲一下，大家早上如果你喝的那个黑咖啡，假设是 7， 大概是3倍的苦度吧。这个苦啊，就是它会久不能散去，所以我刚刚喝完第一口，你一直叫我说你赶快再喝第2口，再喝第2口，我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。可是当我喝完第2口之后，那个苦瞬间就又还好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它这个苦啊，我大概。因为人家说苦会回甘，对不对？它大概要10分钟后才会回甘。它的回甘速度非常的慢。大家可以来挑战一下，这是绝对值得你怕吃苦的朋友叫他来挑战一下的。好喝哦，超苦的！我跟你讲，嘴巴苦了，肝就笑了。哦，超好笑！我刚刚听老板说，他们这边的客人啊，跟其他的朋友啊，大家去各找一间最苦的苦茶，然后大家来比，他得了第2名。我现在非常好奇，第1名到底是谁？还有人比这个更苦的吗？然后老板说，他们家的苦茶呢，其实是就是大家公认啊，蛮真材实料，蛮有料的，然后有很多的层次感。但是说真的，我可能是第一次喝，我还喝不到那个层次感，我还是觉得好苦。可是它真的非常的浓郁对，真的是非常真材实料，推荐大家来。是潮品泸州砂锅粥。我们之前来拍泸州的时候呢，就有观众推荐我们这一间，可是当时呢还在冬天，我们来这边看到哇，现场排了超多人，所以我们就放弃了。然后这一次呢，是因为啊，在夏季的尾巴还不算他们生意很忙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赶快来吃了。那其实我们到现场来呢，也真的等了蛮久的，因为它是要从生米煮成粥，所以一定要耐心的等。至少你要给它25分钟。对，然后这个时间呢，我推荐就是可以看一支我们的影片，看完肚子也饿了，菜也上来了。对，那如果人比较多的话，你就看2支。第一次
来，老板推荐我们吃综合海鲜粥，里面的料真的非常丰富。我们今天点的这个是个人粥，1人份的，没想到这么大一锅，然后里面的料啊，哇，有鲍鱼，整颗的，然后干贝在哪里？也是整颗的，这里。是品质好的那种干贝。对，然后虾子呢，还帮你剥了开背了，有2只，真的非常的赞哎，赶快来吃一下。然后套 T Y 都是我喜欢的料，所以我第一次来，我也只推荐我自己吃这个，这叫什么粥？综合海鲜粥。哇，真的好好吃哦！里面都是有一点淡淡的胡椒香气，然后它的米粒呢，就是说虽然已经滚到软，可是还是可以保持它原来的形状。我跟你讲，这碗粥很甜，除了米粒被煮出来那种鲜甜以外啊，里面的料啊，那些海鲜的甜度啊，全部都融在那个里面，所以你基本上啊，你要去吃这碗粥的一口汤是吃不到，它完全就是跟米啊，然后粥含在一起了。对，然后它的料呢也都是非常新鲜鲜甜的。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一个是220，就个人粥嘛，然后一个人吃真的会吃得非常的饱，我觉得非常的多的料来吃一下它的鲜虾。其实我还蛮喜欢它这个，因为我们前一阵子都在吃面线啊，那我们对面线的一种感觉是，你每一口面线都要料，它这个就是你每一口粥里面都有料。它虾子啊，非常非常的鲜甜，而且重点是，我每次要剥虾的时候，我就会懒得吃，它已经帮你剥好了，然后开背开好了，而且还是非常的嫩，而且它虾头还有继续煮进去，所以那个整个粥的香气就非常的香。好，来吃一下这个鲍鱼，看起来非常的新鲜，而且其实个头也还算 OK 哦，没有到非常的小。它如果单人份就是1颗鲍鱼，然后我们刚刚讲的那些，有些1颗、1颗2个的。它如果你是双人份就 double， 然后4人份就是4份这样。它蛮嫩的，很好咬断。那干贝也是很好吃，它所有的海味都在里面的，所以如果再把它煮久一点，它的海味就会全部跑到粥里。可是这样太可惜了，这个干贝是不错的干贝。我加了一点他们的辣粉，这是老板娘推荐我们的吃法。看这个辣粉啊，真的还蛮不一般的，闻了就觉得很香。这应该是有点七味粉，然后有咸度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因为其实粥也还在蛮烫的阶段，所以我一口下去呢，感觉不太到什么咸味，可是它非常非常的香，再加上呢，本来它就是有灼热感的东西，然后辣度再上来，那个灼热感提升，所以如果冬天吃的话，哇，非常的温暖。所以它算辣吗？不会太辣，就是一点点香气而已。所以是极香的，所以如果你怕辣的话是 OK 接受的。你就少一点嘛，加少一点。整体而言呢，我们觉得这间非常的棒，不管是就它的 CP 值，或者是它的好吃程度来说。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吃得非常的饱，结果没想到呢，再吃这一锅竟然有开胃的作用。真的。然后撇除它很多厉害的配角不说，它的粥本身呢就是非常棒的味道。我刚刚它在煮的时候呢，我就闻到一点点麻油的香气，哇，好迷人哦。这间我推哦，很推。冬天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来，可是你一定要打电话，因为大家听说。就是你当场来一定得等，所以就是打电话，拜托，不然到时候你现场来说人太多，又来我这边跟我抱怨，我会生气哦。好，好吃推荐。我们来总结一下，我们其实，在泸州呢也拍了好几集了，但泸州这边的美食选择非常的多，所以我们在选择上呢，其实是非常有困难的，因为你要找比如说夜市这种小吃啊，或是这种传统老店啊，在地几十年的，或是有一些新潮的美食啊，也都非常的出色，所以你就很难去缩限它的范围。我们今天选择的店家呢，其实有一些啊是比较新开的店，那有一些呢是它的评论数没有那么多，但是评价却很高的店，也有一些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观众的推荐，我们再去跟部落客啊或者是美食家他们去做一些交叉比对选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其实我整个吃起来其实还蛮开心的，对不对？今天其实大部分的店家呢，我回访的几率都是还蛮高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可以去品尝看看。那如果还有什么推荐的话呢，也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喽，大家拜拜。